好，川普的关税倒数4月2号就要开始了，全球性的对等关税要上线了。那所以现在其实美国自己本身的金融市场反映出来也是不看好的，因为这一定有反作用力道。所以美股的期货呢，他们在亚洲时间3月31号清晨的时候大幅下跌，现在大家就觉得说，哇，这个4月2号要来了，他们称为叫做解放日啊，所以大家都觉得说，这恐怕对于市场接下来的影响相当的大。那关税大炮要来了，川普说这一次不光是对10到15国，原本是说肮脏15国嘛，他说其实这是全球所有这些贸易伙伴呢，我通通都要打下去啊，哇，所以这个影响的力道非常之广，可能就像是一个核弹级的这个大爆炸，然后这个全球通通都会被波及到。那再来这个细节谁知道？连官员连盟友都不是很晓得就是都觉得好像临近他的人都不知道，所以一些核心的官员都觉得感到无所适从，因为没有人知道到底具体会是怎么样，只有川普知道，只有他最核心的1-2个在他身边的人才晓得。那看到一些知名金融机构，像是花旗啊、美银啊，都开始要模拟，因为没有人知道细节，所以他们只能做一些沙盘推演美银说可能会有未爆弹，4月2号搞不好只是烟雾弹让大家忽略接下来，因为4月4号的非农数据可能并不是很好，这个他要来缓解这个非农的冲击，就是所以提前在非农之前2天来公布这个事。那花旗就讲说，恐怕有3大推演比方说他可能会仅宣布这个互惠关税，或者是除了互惠关税跟增值税其他的话呢，就是会再观望一下，或者最可怕的是第3点，就是激进的关税政策，哇，这样重磅在4月2号这样宣布出来的话，金融市场到底能不能承受住这一波这个川普冲击呢？那另外美国媒体讲到说，华尔街其实反倒就是看美国很悲观，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是相对乐观的。那这个财富杂志就讲，2024年初中国大陆其实还在经历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但是现在的情势大不如前，跟以前不是大不如前，大不相同了，不是像以前那么严峻了。那像香港这边已经可以明显感受到说，已经有这个增长的力道出现了。香港也好，中国大陆也好，市场都在重回增长的轨道，已经明显感受到市场的信心回来了。那还有彭博的专栏作家讲说，川普的汽车关税恐怕接下来最大的赢家会是中国大陆，因为你这样子关税下去这个反商的力道不见得对你美国的消费者来说是件好事虽然川普还嘴硬说我就是不管这个价格，我就是要让他们买美国车那他是这样说归说但是另外一个他说最大的输家会是日本跟韩国，恐怕接下来卖到美国去的话这个价钱很难卖得动那再来我们看看现在美国也出现了这样子针对中国大陆而来的一些搜查，他们就讲说FBI 在28号的时候针对这个印第安纳大学的华裔教授王晓峰呢，他开始有一些这个说好像有一些什么样学术上面的一些问题那川普其实在首任期的时候曾经推出过中国行动计划，导致多位华裔学术人员莫名其妙被逮捕所以他们现在又突然去搜索了这样子的华裔王教授是不是又开始这个重新操作一波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那再来我们对比一下因为美国一直都在这个用一种滤镜的方式，或者是用他们这个 USAID 的这种宣传力道，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中国大陆多差呀。结果这个滤镜被谁破了？就被甲亢哥他现在就是因为是3700万人订阅的大 YouTuber就是他去到中国大陆的旅游，他就全程开这样子直播，那就发现到说，哇，原来中国大陆跟美国宣传的都那么不一样，让好多外国的粉丝网友都借由他的镜头看到认识了中国大陆，比起去年那一波的 China Travel 还来得更加的写实，比起小红书的对仗来得更加的真实，所以哇，彻底打破了这个滤镜那现在连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官方媒体，比方说像是四川观察也跳下来，他们现在正在要进行这些成都的直播，还有他去到河南的时候因为这个他去少林寺要学武嘛，结果河南文旅也参与了这一场直播，就是后来就是他一些河南的直播都是由河南文旅来接手，
所以他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影响力哦。那再来，甲亢哥去到了成都啊，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画面哦。四川话听得懂吗？成都 ，yes，是出面，他主人身体不得不放弃，从此赶我带走摄影 ，rapper，对，最近四川话真的太红了。自从哪吒那个太乙真人，你打我杀，你打我杀，现在看他开始都在学四川话。其实如果你有看那个 rap 节目的这个什么中国什么新说唱那一类的，四川的这些说唱真的是很红，所以他们就用四川的这种 rap 来迎接甲亢哥。那另外甲亢哥还去喝了功夫茶，我们来看看画面哦。Oh my god！对，这同样也是这个四川成都那一边。如果你去到那边，也会看到像是变脸秀啊，还有这个等于说非常长柄式的这样子的一个茶壶来倒茶，这都是考验着功夫。所以这个甲亢哥惊呼连连，喊着 "Oh my god"， 所以他其实看到了这一趟这个中国大陆的旅程，收获很多，都看到了大家的这个热情哦。所以透过他的镜头，大家就发现到说，哦，我们这个原来中国大陆并不是外国人想象中的那个样子，而且还有很多人在讲说啊，中国人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子面无表情，然后就是受到高压对待？结果没有，甲亢哥到哪里都是这个热情的民众啊，在那边跟他互动啊，随时就像个 NPC 这样出现了，让大家讲说哇，原来中国人这么的活泼嘛，就是让大家看到说，原来我们中华文化并不是外国人所这样子渲染成那样子哦。那所以我们看到谢峰也在那边讲说，看得出来 Speed 对于这个非常的认真哦，在旁边的小男孩反倒不知所措了，因为他很热情的互动，因为功夫跟中国成为了朋友，而且啊，你看这个还有一些讨论，就讲甲亢哥让世界认识了中国，其实也让中国又重新认识了自己啊，就是让大家发现到说，这中国大陆原来并不是外国媒体口中的那个中国啊。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我那个甲亢哥也长得蛮有喜感的，我是很好奇他那个收音怎么能那么清楚，不知道是用什么牌子。这个事实上，中国大陆自从开放各国的免签，大概已经进入用免签方式落地旅游，大概已经有超过1000万人了啦。那因为甲亢哥比较有名嘛，所以又带动另外一波宣传。对，实际上之前就一大堆了啦，一大堆了，所以类似的东西我也看得蛮多的哈。那普遍反应都跟他类似啦，就是他在美国所接到的讯息，欧洲人也一样，就是那个滤镜真厚啊，而且可能不是滤镜，有时候是哈哈镜啊，就是扭曲的很厉害了啊。那我还看过一个女生啊，她晚上可以在路上走，没有治安的疑虑，她就很感动了。对，这个实际上在东亚是很普遍的嘛，日本、韩国、台湾也是这样啊。所以西方文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啊，让女生晚上不能在外面走路啊。所以我觉得大概是这个叫文化冲击啦。文化冲击的意思是你原先预期不是这样，那结果你到了才知道。这还有另外一种生活的逻辑存在啊，所以也有它的合理性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波啦，会逐渐会改变这个西方人的一些看法啦。实际上也包括小红书啊，小红书就直接来对账，然后跟你对账嘛，就讲一些有的没的，那比这个更彻底。这个是用实景啊，让你看到现场，那就没什么好说了嘛，对不对啊？那这个川普这个关税真的非常的，我觉得股市都大跌，主要就是因为不确定，就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行业关税啊，这个就是最麻烦的。我们举例啊，比如说日本啊，我觉得日本就是感到最冤啊，因为日本的平均税率只有3.5%，美国是3.3%，那差不多啊，所以你为什么要针对我？汽车要课25%呢？而且日本为了美国 ，Toyota 到美国设厂，这已经几十年了。对，那 Toyota 在美国的全球市占率，它生产量就占17%，
结果你还是不放过日本现在卖到美国的120万辆，要给你征25%，这坦白讲已经毫无道理了啦。所以我就不知道他的逻辑是什么。所以为什么日本会感到非常生气啦？说这样 GDP 会少0.2% 等等等啊，我觉得大概是这一类引起震撼最大了，就是不知道你具体政策是什么，逻辑是什么啊？本来是说平均关税的差距嘛，或者是贸易顺差的大小嘛，这两个逻辑都很清楚啊，这25%是什么？好，来请教季老师。这位这个王晓峰教授的事情啊，事实上就是这个，我觉得它的本质就是一波新的排华法案啊。在美国这个建国历史上啊，排斥这些这个非欧洲移民的这种法案是非常的多的啦。不过我觉得最坏的还没有开始，就是说你要记住，美国人曾做过在2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把那个时候在美国的大概14万的日本的这个日裔的美人，还有已经在美国生活很久的这种居留权的，一共14万，全部都关到集中营里面。1941年关到1944年，不是只有教授王教授跟他太太王教授的孩子也一起关王教授的家人全部关起来这美国在这个2次大战干的，因为他们那时候跟日本为敌嘛，日本跟美国已经变敌国了。但那后来就有人说，那时候美国不是跟意大利跟德国也为敌国那美国的德裔的跟意大利人更多一点事都没有，只有日裔被关起来。人家说这后面有种族因素。所以事实上那个时候还有一位叫松丰的一个日裔美人，他就觉得他怎么被他自己的国家等于侵害了人，他自己的国家是美国，因为他是日裔美人嘛，就告了美国政府，他自己去整形，结果还想要把他自己整成像西方人，结果还是被抓到他就告美国政府，结果呢，美国最高法院最后说松丰败诉，美国政府有权这样对待他们自己的公民，那最后是6-2，这个美国的最高法院，那美国的这个什么三权分立有什么用？对不对？你是美国公民，照样把你关起来，一共有10个集中营，大人小孩统统关起来，这是美国曾经做过的事所以现在只是一波一波的怎么样？一波一波的，我想针对这个所谓中国移民的一些迫害，只是刚开始而已。那我觉得会随着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对抗对立，甚至冲突越激烈的话，我想在美国的这些尤其华裔的这些人民美国公民我觉得他们的处境真的令人感觉蛮担忧的。好，请教赖老师。美国从来就不是圣诞老公公了，他跟世界各国的这个贸易协议的谈判其实彼此之间都是根据自己的经济的特色未来发展的产业跟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跟对方谈判嘛。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每个领域的关税都不一样，有些领域的关税很低，有些领域的关税就比较高，因为我让你这个，我要那个嘛。这个就是一个本来大家都是这样玩，而且主要的这套规则是美国人所建立起来的这套规则，大家都这样玩嘛。那玩了这么多年以来，大家都已经达到一个平衡，也就是说，你美国的强项，例如说美国制造业不是强项，那它的强项是服务业，所以在服务业里面，美国就得到很多好的关税然后，例如说，美国在发展3C，美国在发展这个半导体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它具有绝对优势的时候，你看看数位化经济里面几乎是零关税，因为都是应美国的要求，都没有关税。那美国人其实因为这样而赚翻，所以美国的货才能够铺到全世界嘛。这个就是一个事实嘛。怎么今天美国人觉得他吃亏了呢？那也就是说，
事实上你是赚了别人的另外的钱，然后你另外的你自己发展比较不起来的产业，就让别人赚你的钱，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你今天你认为你吃亏了，你说我要全部打掉，要重新再来。过去这个规则就是你建立的，现在你觉得你自己划不来，你要重新推翻，可以啊。那推翻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带来的不只是相关国家的影响，其实也给美国带来的影响嘛，因为原来的关税是经过多少年的谈判出来的，对，所以它有多细啊？那你现在你要用一刀切的方法，也就是说我已经不再是那个精准式的手术刀一个一个慢慢的来修，我是一刀这样砍下去，你一砍下去，其实砍到就是你自己嘛，你把你自己都砍死了。然后结果呢？结果跟美国的贸易或者跟美国最敌对的，已经打贸易战很多年的，其实他们反而获得最好的一个态势，例如说，不管中国大陆或者是俄罗斯或是其他的，反而他们获得的影响最低。为什么？因为你美国根本没空间了嘛。影响最高的就是你的所谓的盟友，跟你合作最多的，影响最深。我觉得这个川普的这种作为他们的整个执政团队，坦白说，决策品质是很低的。那这些人根本所谓的专家根本不是专家，根本一个一个都是弹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好，来关注一下缅甸目前状况中国大陆14颗卫星帮助救灾，赶紧来变换轨道转向了缅甸就是要捕捉到从空拍下来一些高清影像，分享给世界各国，因为各个救难队都已经抵达了嘛，有这些高清影像可以帮助来这个搜寻的进度那这包含了这个高分4号卫星，还有高分3号卫星它这是运行跟地球是同步轨道的，可以宏观的这个截取到一些这个灾区的全貌。那高分3号的话，它具有1米分辨率的成像能力，就是可以更精细，可以看到这个地面上细微的变化。那它目前呢，这个环境减灾的卫星可以实时监测灾区的地层变化，所以这些数据非常的珍贵就现在提供给目前缅甸、泰国来做一些相关的使用，而且可以迅速还原出这些道路关键区域这样避免在救灾时候发生其他的这些意外危险。那从地震发生到第一个影像取得，只有花数个小时时间因为中国大陆的卫星24小时之内就已经完成了20次的影像，取得了灾后有效的这些资料，大概有16个景象，然后分享出来，这个非常高的效率。那我们来看看拍摄到的画面其实这个奈比都机场的塔台因为强震而倒塌，灾前灾后就有很明显的对比出来这个是灾后倒塌下来的样子，这是灾前。那原本的建筑物我们也来看一下灾前灾后。灾前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栋一栋的房子，灾后通通都变成了平地那的确现在目前的灾情十分的严重，而且死伤的人数还在持续攀升当中，还在持续的搜救。那所以缅甸的军政府他们其实是觉得说缺乏这基本的一些水源、电力、住宿所以如果国际记者大举进来的话，他们认为恐怕会难以负荷，所以目前是拒绝国际记者进入访问的。那还有中国大陆的一些搜救队也快速的抵达，出现了一个奇迹就是挖出了这个60小时的幸存者，这也算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好消息。那还有我们看到了他们不仅挖出一位其实后来还有第2位幸存者，也同样是在中国大陆救援队在这边瓦城地区所救出来的。那还有我们看到头条热榜里面有提到，缅甸大学生十分感谢中国大陆的救援队，是第一个赶到的，所以真的是展现了这个就是大国有大国的姿态，大国是不是在这种紧要关头的时候可以快速的伸出援手所以让缅甸那边觉得挺感动的。那川普也说我们也要跟缅甸保证，我们会来赶紧提供一些援助等于是说现在 USAID 毁灭之后要怎么样提供援助，现在还无法得知，但是美国也是这样子在对外说明，说喊话说我要来了。那再来看看
前 USAID 的助理署长，他说，川普政府针对人员跟资金大规模削减，其实已经毁坏了 USAID 向缅甸、泰国派遣救灾小组的能力。很快就看到了中国的救援队，但是美国却不见踪迹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他们认为你们当初这样砍 USAID 是错的。那但是呢？对于美国而言，他其实一直都是很想要把这个矿产作为他最主要的，要做一个争夺战，要跟中国大陆来做一些争抢那所以他一直在宣传说，美乌很快要达成矿产协议非常顺利但事实上这么顺利吗？其实美国政府还动用了国防生产法来采取紧急措施，提高自己本身美国矿产的这些产量的一些采取那这也是不是川普内心的一个恐惧，他很担心对中国大陆的依赖，所以他自己现在开始有一些配套措施。那稀土的金属产量前10名的国家，第1名是中国大陆，再来才是美国，那再来还有这个缅甸也是在其中。所以人家说，这一回川普可能也会像缅甸，是不是也要求要稀土呢？那俄罗斯跟美国开始讨论稀土的这些新一轮的谈判预计会在4月中旬在沙国来举行。那到底会谈成怎么样呢？现在目前的说法是，稀土金属是很重要的合作领域所以恐怕接下来就是要看这个4月份因为传出这个川普不是要去访问沙国吗？是不是就是准备要讨论稀土这一个议题呢？那我们来首先请教一下亮哥。这个中缅关系本来就很密切了，缅甸大概出口到中国大陆应该占35到40之间而且中国大陆本来它的卫星在亚洲地区，它的布基它密度本来就比较高，而且都是比较新发射的，所以真的能够集中卫星来造出这个瓦城受害的地面，真的就只有中国立刻可以做到了，因为它亚洲卫星本来就比较多那目前也派出了地震的专家啦，医疗人员总共400多人去了缅甸嘛，连香港都派出51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等于是方方面面都到位了，还包括立刻紧急援助1亿人民币，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秀，就是近邻真的出事是近邻就真的可以帮上大忙尤其缅甸，我们讲白了，缅甸就是一个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统一的国家对，那个地方割据的力量还是很复杂所以中国大陆大概是方方面面都有交往那关系都做到一定程度大概是这样所以我倒不认为有人会去从缅甸的交往去想到，哎呀，我会不会拿到你的矿产我看不会有人那么现实吧，真的太诡异了事实上，缅甸以前那个翁山书记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奥巴马的时候吧，美国为了让翁山书记能够当选，也是不计成本我记得那个时候日本还waive掉缅甸的外债100亿美元日本所以我倒不觉得这个是这种问题啦，而是你现在的政府的主要的心态啦。我并不认为川普认为这种事是重要的，如果拜登也许会比较重视，那川普根本就觉得我怎么会花这种钱到别的国家的地震呢？那如果缅甸救了，那以后非洲有了，我是不是又要再介入呢？我觉得川普可能会这样计较在商言商，这个就真的没办法了啦。因为我那天就看到希拉蕊写篇文章在痛骂川普嘛，他在骂他把那个国际开发总署整个都删掉了，然后他就说这个有多重要，他就认为美国的软实力没了啦，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软实力的其中一个界面，结果你把它整个干掉，不止搞政变变得也困难了要救援人家也变得困难了，所以你岂不是搞孤立主义吗？对不对？好，请教介老师。其实美国现在对缅甸这个军政府是除之而后快。美国对缅甸目前的军政府有很多的都是在什么制裁抵制当中，因为他们是支持翁山书记的，他们对缅甸的内政有极大的意见，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美国政府还算有一点反应？
是因为川普在记者会里面有记者问他的，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啊？他说我刚刚有听说，他说我们决定要给他们一点帮忙，就这样没了，0。然后我觉得这个 AID 的前助理署长啊，他讲这话是风凉话。美国在政策上就不支持缅甸啊，那缅甸发生这件事情，你看他们就说这些美国的这些 NGO 啊，西方 NGO 就说啊，缅甸政府啊，不但在这个在个平常啊，在跟各地的叛军打仗，这个政变发生以后，他们还到处在怎么样，在打仗，根本不在乎灾区，这是西方媒体在讲。你知道欧盟自认为是什么样？是这个国际灾难救援的大国，他给多少钱？250万欧元，就这样。现在也没有听说欧盟有什么团队去啊，欧洲国家有什么团队去？我刚才现在去的最快的，大陆、俄罗斯、印度、泰国，还有这些韩国、日本这些亚洲国家是最快的。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西方国家没什么真正人道主义，人道主义都是什么？都是假的。就跟这个 USAID 啊，背后是什么？他做人道主义作为一个桥梁，去进行内部的颠覆跟什么内部的管控啊。所以我想这个灾后这个地震就可以看得很出来。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真的是远亲不如近邻了。那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这个救灾能量也很大，专业的团队很大，然后各种的它这个随时的这种物资都很快都可以准备。上次这个西藏的这个地震，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那个地方，他那些相关的物资啊，不管是帐篷或者是冬衣哈，或者是说这种粮食口粮啊，它都是很快都各个点都囤积的时候一到就过去了，很快就过去了。像上一次西藏那个地震，你看他们这个帐篷当天晚上全部搭好，所有没有人会在这个受难人不会待在外面，因为太冷了。所以这个就变成就是说，中国大陆可能也是就是说，第一个经济能力上来了，第二个政府重视这个对人民的救灾救灾嘛，那所以就变成它的这个基本上能量蛮大的，所以一下就3个队伍就去了，中国大陆立刻宣布1亿人民币。那我想这只是个开始啊，因为就是说这种叫紧急救灾啊，后面是什么？后面就是建设，你的那个灾区的回复，对，那你缅甸找谁？对，你只有找中国大陆，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个能量啊，所以我觉得缅甸啊，大概这一次，我觉得从它最后到恢复哈，到整个的重建过程中啊，我想会仰赖中国大陆的地方会非常多。好，请教赖老师。这次缅甸第一时间就呼吁那么国际援助因为他自己知道这个地震太大了，他也没有能力做到，所以他呼吁国际援助。大家也都知道72小时是最重要的，其实24小时、48小时那都是人命关天的。美国的总统有反应，但是到现在那个救灾队还派不到，钱也还没有汇出去啊。那 USAID 说，哎呀，那是因为你把我们砍掉的关系，胡说八道。当初夏威夷大火的时候海军基地就在旁边，美国的军事基地就在旁边，也没有过去救火，那你 USAID 在过去也没做什么事，你根本没有这个能量，因为这个救灾的能量，坦白说，它就是属于内政部的，不是属于你 USAID 的。你根本就是搞认知作战、搞颠覆、搞渗透的，谁不知道？不然美国之音总会被关，就是认知作战的机构嘛，全世界都知道嘛。好，所以你根本没有救灾的能量，不要在这边胡说八道啊。那我们看到了。大陆在这次的救灾里面，在全世界各国中，它展现出来的是最强大的救灾能力。不但是队伍第一时间进去，也是最短的时间把人救出来，然后再来就是它是最有效率的，而且不要忘了，它展现出它的高科技。而它的高科技，事实上你现在整个欧洲国家根本比不上的，能够跟中国大陆在高科技相对比的，可能只剩下美国这个国家了。也就是说，你其他的日本也好。欧洲的所有的欧盟的国家，包括甚至你印度的、俄罗斯的，坦白说，在整个太空能力这个部分，根本都没办法跟中国大陆来 PK 了。唯一能跟大陆 PK 的，坦白来讲，那只剩下美国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大陆在这一次的救灾里面，已经让整个东盟的国家跟全世界看到，第一个高科技能力强，第二个部队投送的速度很快，那就代表什么？大部队的运输能力非常的强，而且马上组织、马上动员、马上投下去。投下去以后，一到现场勘察完，
马上就能够进行救灾的工作。这代表什么？事实上，在飞行的过程中，这些数据都已经传过来了。灾情的情况都传过来了，马上就已经开始在做分析、做任务的协调，所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救出第一人，这当然成为国际新闻嘛。再救第二个，对不对？马上成为国际新闻嘛，因为这个世界各国都还没做到嘛，只有中国大陆做到，这当然会让很多国家就觉得说大陆真的是厉害了。那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讲，我们的救灾人员还是在 stand by， 哦，都还在待命。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美国爸爸到底靠不靠得住呢？因为他们现在美国国防顾问啊，就讲，台湾如果没有办法维持 GDP 10%的军费的话，那至少要跟美国一样吧？美国我们是3.4%的这个 GDP 哦，那你应该是要到这样子的程度哦，而且要发展出能够抵抗这个中国大陆登陆的30天的能力啊。可是这样讲完，那30天之后嘞，就是人家想说你这个只管前30天的这种说法也挺怪的。那回顾823炮战的时候，1958年，美国的第7舰队是布防在台湾海峡，但是呢，宣布不进入到金门的3海里领海的范围之内哦，只是协助这个国军来补给金门。那但是当时那个时空，美军的实力是大过解放军，但是今非昔比啊！现在的美国还会像以前这样子吗？当年都已经没有进入到3海里了，现在呢，第一岛链之外了吧？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哦，这个华府他们这个赫格塞斯最新的这个战略说要重新调整哦，那还有一些这个智库呢就认为，看到这个赖17条好像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哦。赖清德先前的谈话试图要破坏一中的概念可信度，那试图加深人们对于中国的威胁感，这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智库建议说，美国的官员应当要予以阻止这个赖17条。所以美国对于赖清德难道依赖吗？这是美国的智库讲的哦，这可不是本节目哦。依赖论在美国智库自己发出来了，而且呢，还有美国的学者讲其实川普看台湾是怎么看呢？川普其实延续他第一任的立场，把台湾是视为对中政策的筹码。只要川普听从自己的想法，那川普很可能与中国大陆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国前情报员的说法，说不要把美国当朋友了。China is not your enemy. China is your neighbor. China is your friend. China doesn't want war. America is not here to help you. America is here only to use you until there's nothing left, and then we will discard you on the trash heap of history. 对，哪怕美国前情报员都是这个观点哦。那另外，美国的喜剧演员也说到了川普啊，他认为川普呢，就是做错事情也不会认的一个人。我们来听一下。Level government text chain. They're using an app that the government specifically warned them not to use. They shared specific times they would be attacking another country hours before the attack, and they accidentally put a reporter on the chain to witness the whole thing. That's it. That's the plot. The chat's out of the bag. But what makes a Donald Trump presidency more spasmodically volatile than other presidencies is that their first instinct when something like this happens is to bury something that embarrasses them under a steaming pile of what, Guillermo? Bullshit. Of bullshit. Yeah, bullshit. Yeah, exactly. 好，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赫格塞斯，他不是去到日本的访问吗？他虽然说现在也是改变了这个对华的一些这个对于台湾的一些这个战略调整哦，对于日本他同样也有一些新的这个说法哟。他说呢，美国日本要增加防卫费，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哦。日本现在应该要在必要的方面来做一些调整。驻日的美军与日本的自卫队已经开始着手展开指挥控制方面的协作了，而且
且他认为日本的角色是什么呢？就是呢要防堵中共啊，所以在他们看来，是不是就像我们看到那一个不小心露出来的对话，大西洋月刊的总编辑讲的，他们看待欧洲是往下看的，那他们看待台湾跟日本呢？你觉得他们会是怎么样的看法？看起来从只字片语里面透露出来，就是这个日本跟台湾是不是要替这个美国来守住第一岛链，来防堵中国大陆，才是他们心里面真正的一个盘算哦。那所以他就讲说，接下来要统合作战司令部要跟日本一起来成立，要重建拒止力啊。所以对他们来讲，台湾也好，日本也好，可能角色就是如此。那美国的学者讲到了，美军有必要确保日本的速准基地是用于台海冲突，所以他们现在也这样子在要求日方。那南海这边同样也是啊，菲律宾也好，或者是澳洲也好，也最近都有一些这个军事上面的升温讯号出现。因为呢，这个赫格塞斯去到菲律宾当天哦，美菲日的军舰就在黄岩岛附近的海域来进行联合演习。那远远的就有一艘这个中国大陆的护卫舰在远处看着。那澳洲也有一个新消息说，今年夏天要针对美军提供的这个提风飞弹首度海外测试。那这是也都是好像针对着中国大陆而来。那我们看看这个路透社也有取得，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黄岩岛附近的，除了有一艘这个军舰之外，根据卫星影像还拍到了2架的这个轰六哦，也是出现在这其中。所以中国大陆已经没有说，你这个动作频频我就这个视而不见哦，而是我是会强力反击，或者是相对应的措施一波接一波的来。那现在目前在南海这边，中美之间秀肌肉。现在看起来啊，解放军在25号，黄岩岛周边海警船还有这个海军的混编舰队哦，拦截菲方的补给舰，设立了禁航区，也在南海岛礁附近来部署了鹰击21高超音速的反舰飞弹，同时启动了东风16还有21D 的飞弹战备。那在山东舰哦，它也是南海这边展开了夺岛封岛的封锁的演习，还有歼35的舰载机啊，所以几乎是一个完整的大编队的形式哦。北京同样可能会利用赖清德的行动来加大对于台湾的军事压力，那进一步来挤压台湾的战略空间哦。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赖清德的险招恐怕会让自己走向死胡同嘛。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我觉得美国这个国防顾问显然不是研究台湾的啦，因为那个科比啊，就是美国那个国防部次长，他讲的是要比照以色列的，怎么可能是比照美国呢？美国天高皇帝远啊，谁敢打他啊？他是认为台湾的处境比较接近以色列，那以色列是5%，事实上科比是主张10%的，10%大家都知道做不到嘛，对，那我们今年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加特别预算就加1000亿了，那就会变成3%，因为我们现在大概2.5嘛，那加0.5就是加1000亿啊。那我估计赖政府的做法应该就是逐年增加了啊，可是压力真的很大，因为你可以看今天那个股市的样子嘛，对，台积电跌到910，对不对？对，那这个。因为基本上在川普这个关税战这么多的不确定啊，其实今明年经济要好是不容易的，所以你的财政收入一定会减少，可是你的国防预算要大量增加，所以你一定会排挤到其他项目，这个是必然的啦。所以这个是赖清德头痛的问题啦。可是我认为他非面对不可啊，就是。有一个问题他已经面对了嘛，就是要买阿拉斯加的天然气因为我们的贸易顺差是高达739亿美元，排第6，亚洲地区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逃不掉了，逃不掉啊。那至于这个到底这个赖清德的策略，美国怎么认知啊？我觉得美国现在给人家感觉是 MAGA 团队跟国务院团队不是同一群人啊。事实上，川普的 MAGA 团队感觉卢比欧不在里面。那卢比欧是结合共和党的建制派，然后利用国务院
的力量来帮这个抗中保台争取空间啊。我觉得这个蛮明显的啦。哦，比如说 AIT 代表古立言，那当然是国务院指挥的嘛。那还有卢比欧去 G7 把一中拿掉，或者他的国务院网站这个把不支持台独拿掉，这个都蛮明显的啊。然后古立言他那个话讲到那个程度，对不对？接受自由时报专访啊。可是到目前为止，你没有看到川普的白宫里面有人讲过类似的话。问题在这里啊。那个国家安全顾问也不讲啊，那更不要提马斯克了啊。马斯克大概就是大统派这样。那川普也不讲。那到目前为止，他仍然坚持不愿意讲会为台湾出兵啊。可是卢比奥已经讲到那个程度了，说我们永远不会抛弃台湾啊。所以我认为这里面显然川普他的优先目标还是希望为这个美中的高峰会留空间呐。那这里面他当然就希望赖清德稍安勿动，就你不要变成变数了。那你如果变成变数，把那个境外敌对势力都拉到这个水平啊，那台湾议题会不会因为这样提早上谈判桌啊？对。这个当然是可能的局面之一嘛。所以我觉得白宫的 Mega 派会希望台湾不要变成变数了。好，请教季老师。对，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它这个3.5哈，这3.4啊，这个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它并不是说你永远停在3.4。它目前的情况下，它就说3.4，因为你很难一下增到5啊，一下增到10，它现在就给你要3.4，那并不表示就会停在3.4。因为川普是喜欢钱的，那从台湾除了抢台积电以外，还有就是从台湾你卖什么东西？美国现在什么能卖吗？美国就是要武器能卖啦，而且呢大量的武器会宣布，然后很多过去就变成就是说美国还有资源的，现在都没有，通通是要给钱的，对，所以呢可能就变成那个数量会增加很多，那这个就是以台湾现有的这个国防预算的话，绝对不足以支应。那他就要把你的嘛一步一步往上增加。那我想就变成就是说，台湾的国防预算不断的提高，从陈水扁的对不起，从这个在蔡英文的8年，他对台湾我觉得这个政府最大的贡献唯一的贡献如果是贡献的话，就把我们的国防经费从3000亿提到6000亿，还 double。那请问一下，你这个国防经费增加了2倍，台湾有更安全吗？你不是天天讲说要以战止战，要有怎么样，要有实力来创造和平？请问一下，你花了这么多钱，到现在够吗？有更安全吗？没有啊！你越花钱越不安全。那现在你更不安全的话，你是不是要花更多钱？所以今年很可能的话，就变成就是说，基本上征税是很难的，可是民进党会怎么的？在内部的既有预算里面他会挪来挪去的。那我跟你讲，我们健保很可能的自付项目不管是这些医保这些医药用药一定会越来越少，因为健保是很大一个支出。然后另外水电费呢，如果说这个补贴现在补贴这些公营事业的钱并不下，我想慢慢就会怎么样，在电费上也慢慢要调涨了。因为这个政府会撑不住，这个政府会不会撑不住？就要收各种钱收各种钱，然后缩各种支出。那通常被收的最多的就是让你感觉不到的，比如说很快的这种偷偷摸摸的就把你缩掉了。另外还有可能会怎么样？为什么？出售国有财产，然后出售什么？出售国有的不管是土地也好，还有什么国有这些企业的手上有的各种股票。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现在才3.5人家这个3.4、3.5，这个就是叫出来一个叫码，你不配合试试看，那明年可能就不是这么少了，后年又更多了。所以我觉得台湾就是说赖清德要有一个准备，还有台湾老百姓要准备，福利越来越少，负担越来越多。好，请教赖老师。
一直在扩大国防预算哦，那当然一定会排挤很多的发展嘛，不管是教育经费啦，刚刚讲的民生社会的福利啦、退休金的等等的，各方面都会排挤。那问题就在于说，台湾要不要再继续征税？你要不要加税还是不加？那你一旦加税以后，企业能不能负担得了？这个薪资高的等级会不会一直扩大？最后造成很多薪资高的人他被迫移走了，然后要不要对于更底层的人最后也要加税？年轻人是不是也要开始要征税了？等等的，我觉得这个都会影响到台湾的各方方面面。第二个部分就是你的贸易顺差能不能继续维持，或者是能不能继续扩大？如果大陆这边调整了一些策略，调整了一些政策，那我们两岸之间的贸易顺差一直在萎缩。我讲是贸易顺差一直在萎缩，我们的外汇存底一直在减少的情境下，那台湾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部分呢，美国的胃口是越来越大，然后他要求的是越来越多，而台湾一直花更多的钱在养军队，养到最后还能不能作战，其实大家也都是存疑的。我想这是一个。那很多人都说大陆解放军没有作战的经验，台湾的军队有作战经验吗？更何况大陆解放军他们本身都在参加国际间的维和行动，他们事实上是累积吸收了很多在海外直接执行勤务，或者是直接面对于一个混乱地区的经验，还有他在南海、在台湾这边啊，在各个地方他所举行的实战的演习，都已经是针对性的实战演习，这个难道都还不清楚吗？最后一个，我觉得美国的国防部的这个备忘录，就是由国防部部长赫德塞斯所签署的这个备忘录，观众朋友，你还看不出来，他从过去的攻势的战略转为防御性的战略了，已经是根本性的一个转变了。也就是说，过去美国占有绝对优势的时候，他把他的这个前沿基地是拉在中国大陆的周边，包括韩国、日本、过去的台湾、菲律宾等。他都建立了一系列的这个叫前沿基地，在欧洲也是如此嘛。欧洲也建立了前沿基地，就是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主的，在德国、在意大利、在土耳其，他建立了这个前沿基地，是直接可以攻打到这个俄罗斯、前苏联，以及可以直接攻打到这个中国大陆的。可他现在的整个战略已经调整过来了，也就是说，他认为大陆解放军不但已经突破第一、第二岛链，可以攻击到关岛本土，可以攻击到这个澳大利亚，所以美国事实上已经退回来，把他的过去的前沿基地变成防守的前沿基地了。那防守的前沿基地交给谁呢？交给你日本来主要负责了嘛？所以他指挥权都在进行移转了。也就是说，如果一旦跟大陆爆发冲突的时候，美军要保存它的完整的一个军力。他事实上是把他的军队要往后撤的，然后把日本卷到战火里面，把韩国卷到战火。所以他的防卫白皮书讲得很明白说，朝鲜的问题跟俄罗斯的问题是由韩国跟日本来负责，俄罗斯在欧洲的部分是由欧盟来负责，伊朗的问题是由中东地区来负责。那他假装说台海的问题是美国人，那胡说八道。因为你在美国，然后又创出一个打 NBA 的那个所谓的叫做剧组战略，那个更是胡说八道。那你的剧组，也就是说你要建立在哪里？他的理论是建立在菲律宾，这个简直都是在胡说八道。这代表什么？美国的整个战略从攻势的战略转为防守，防守谁？防守自己的本土嘛，把我们当炮灰。观众朋友要看清楚，美国人在利用你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